从平凡到卓越，坚持习惯改变生活的故事。有位女孩，在她学生时代，她是那种容易被忽视的女生，那种在人群中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成绩平平，相貌平平，似乎在学校里毫不起眼。她习惯了做一个普通人，但内心却常常藏着一丝不满，坚信那些受欢迎的人都是靠博取眼球或者纯粹走运。后来，她踏入了职场，成为了一个典型的体制内员工，过上了一种沉闷而乏味的生活。她逐渐习惯了和闺蜜们喋喋不休的抱怨生活，每天下班后都窝在沙发上吃垃圾食品，看毫无意义的电视节目，整天沉浸在手机的虚拟世界中，不停的刷微博，查看朋友圈。这种懒惰的生活方式逐渐侵蚀了她的内心，使她变得越来越自卑、软弱和敏感。她对人生充满了怀疑，对未来也感到懈怠。然而，她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她曾试图改变，但从未能在某件事上持之以恒。她想考研，买了一大堆考研书，但翻了不到1/3就放弃了。她想在育儿方面有更多耐心，但在给孩子读了3个故事后，就开始刷微博、逛淘宝。她想减肥，下载了减肥 App， 但练了1次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她不理解那些自虐般的坚持和努力，她无法理解那些为了生活而束缚自己的人。在她的观念中，努力应该适可而止，她不想让自己太辛苦。她把每一个借口和身上的每一点赘肉都看成是对生活的妥协。有人说，成年后的人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成熟，一种是老。而在30出头的她似乎已经属于后者，满怀怨言，抱怨不已，愁眉苦脸。她渐渐意识到，她的生活方式虽然不算是恶习，但却绝不是好习惯。而这些不良习惯正是导致她感到空虚、懒惰和失控的根本原因。她越来越讨厌现在的自己，更不希望女儿将来成为这样的人。她甚至担心有一天女儿会对她说：“你自己都没有做到，凭什么责备我？”面对这个可能的未来，她无法找到合适的回应，因此她下定决心要改变。当她30岁的时候，她提出了3个愿望：留长发至腰，减肥到80公斤，考上研究所。令人惊讶的是，年底来临时，她居然都实现了这些愿望。这些改变源自于她逐渐增强的自我意识和坚定的意志力，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些好的习惯的养成。跑步、拟定计划、早起、阅读、独处和感恩。这些习惯让她的生活不再混乱，情绪不再失控，内心不再空虚。她迫不及待地想与朋友分享她这1年的变化。她明白一个道理，真正让人变得更好的选择，通常不会让人感到舒适。1. 跑步。她每周至少3次跑步，每次至少5公里。在春秋季节，她选择户外公园跑步，而在夏冬季节，她则前往健身房。跑步对她来说一开始是极具挑战性的，有几个关键的困难让她一度感到困惑。然而，她了解到，只有克服这些困难，才能享受挑战自我的乐趣。逐渐的，她不再排斥跑步，反而爱上了每次挑战自己的过程。她开始理解，她的态度决定了生活的品质。后来，跑步也成为她减压的方式之一。她不再对别人抱怨自己的不快乐，而是告诉自己，不开心就去跑步吧。大汗淋漓后，身体累了，但内心却宁静了。除了跑步，她每周还会游泳1次，每天早晨做5组平板支撑。这些运动不仅让她的体魄更强壮，也增强了她的自控力，让她有信心面对生活的挑战。2. 制定计划。学生时代，我们习惯了将作业写在笔记本上，但工作后，制定清单的习惯似乎减弱了。然而，她认识到提前计划对提高生活的有序性和减轻内心负担至关重要。她每年初都会制定一本手账，列出1年的目标，包括长期目标、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度计划和日常计划。长期目标包括克服畏难、改善时间管理、减少无效社交等等。年度计划包括跑步1000公里、阅读100本书、取得3张与工作相关的资格证、完成1次马拉松比赛等等。每个月，他都会列出每月计划指标。
提前购买需要阅读的书籍，勾勒需要复习的内容，并在月底总结并规划下个月的计划。每周他会安排时间阅读2本书，执行轻断食1天排毒计划，收听有兴趣的广播节目。每天他在清晨做5组平板支撑，晚上写日记和阅读笔记，确保每天至少喝5杯水。他严格执行这些计划，提前规划使得生活变得有序，一步步实现目标。每次完成一个任务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3. 早起。他充分认识到早晨的时间是宝贵的，每天早起1小时，1年下来就有365个额外的高效时间。夏季他通常在5点30分起床，而冬季则在6:30起床，从不午休，晚上11点30分入睡。虽然他每天只睡6到7小时，但他的睡眠品质很高。早晨的宁静和清晨的思维状态使他能够更有效率的学习和工作，这让他的一天变得更加充实。他用早晨的时间来处理最重要的事情，例如阅读或学习，因为在这个时候思维清晰，学习效率最高。早起不仅帮助他更好的安排时间，也让他享受拥有属于自己的宝贵时光的乐趣。4. 阅读。他以前很少读书，除了课本，他几乎没有读完一本完整的书。他也有拖延症，难以集中注意力。然而，他的孩子的成长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修养直接影响孩子的教养。他发现自己在与孩子沟通时词穷，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赞美和鼓励。他开始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他用手账记录自己读过的书和想阅读的书籍，用星号标示自己的兴趣程度。他每周阅读2本书，先从喜欢的亲子和畅销书开始，然后逐渐涉足思考、表达和思考方式的书籍。阅读让他的思维活跃起来，他不再需要死记硬背，而是能够理解和应用所学的知识。每本书都带给他新的思考和快乐，逐渐的，他开始期待阅读。每本书都成为他充实生活的一部分。阅读也激发了他的思维，让他更能表达自己。尽管1年的时间内他可能不会有巨大的变化，但他开始享受透过阅读不断成长的过程。这种持续的进步让他感到满足和安心。5. 独处。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他重新发现了独处的价值。他本来就是个喜欢独处的人，小时候没有太多朋友，上学后也逐渐与旧友疏远。如今，他珍惜独处的时光。他了解到，在独自思考和反思中，他更容易了解自己。他每天写日记，这不仅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记录，也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探索。独处让他更理解自己，坚定了他的内心。6. 感恩。他以前常常抱怨，觉得人生总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喜欢将自己与别人比较，导致自卑情绪时常涌上心头。然而，后来他意识到抱怨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强化负面思维。他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抱怨不仅无济于事，还会加重负面情绪，最终使他感到更加不快乐。如今，他努力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感恩生活中帮助和关怀他的每一个人。他希望变得更坚韧、独立，内心强大，不再让父母担心，同时也成为孩子的榜样。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爱护自己和身边的人。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普通女生如何透过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坚定的意志力，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内心的满足和成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改变并不是一蹴可及的，需要坚持、自律和意志力，但最终可以实现。他的经历也启示我们，要珍惜时间，感恩生活，积极面对挑战，才能走向更好的未来。